嗨，朋友们，今天咱来聊一个热气腾腾的话题。就在昨天，6月12号，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上市了，代码 SPCX，发行价$135一股，上市市值直接干到了1.77万亿美元。什么概念呢？史上最大 IPO，把之前沙特阿美的记录都给超了，估值比特斯拉还高，直接空降美股前10。更离谱的是，就在2年前。2023年底的时候，它才值1500亿美元，2年翻了10几倍。一家做火箭的公司，凭什么？我今天想采取的方式跟平常不太一样，我想带着大家一起分析，不是说我直接给你一个答案，而是一层一层的来剖析。市场分析，你就是少想了一层，整个方向就全反了。咱们今天把这个因果链掰开揉碎，说白了 ，SpaceX 值钱不是因为马斯克牛逼这么简单，虽然他也确实挺牛的，而是因为他做了3件事。他把一个原本贵到离谱的东西打到了地板价，他在这个地基上盖了一个谁也追不上的印钞厂，然后他还在造一把钥匙，这把钥匙能打开一个现在还不存在的万亿级市场。3层逻辑，咱一层一层剥。好，咱先说第一层，来，先把时间框架搞清楚，长期结构性问题，不是短期波动。你看传统的航天发射有多贵，在 SpaceX 出现之前，发一枚火箭把卫星送到轨道上去，每公斤大概要花2万美元，2万。就1公斤啊，朋友们，一架波音747能拉大概100吨货物。你要是按这个价格去发火箭，算了，咱就别算了，想想就心疼。SpaceX 的猎鹰9号把这个数字打到了多少呢？每公斤大概2700美元。没错，从2万降到2700，降了快90%。怎么做到的？3个字：重复用。传统火箭是什么？说白了就是一次性饭盒，火箭分成好几级，每一级用完就往海里一扔，跟扔垃圾似的。你想想啊，一架波音747从纽约飞北京，飞完就把飞机扔了，那机票得卖多少钱？不得几十万美元一张？这就是传统航天的逻辑。SpaceX 干了件什么事呢？它让火箭的第1级能自己飞回来，落下来，然后下次接着用。截至2025年，猎鹰9号已经成功回收了超过300次了，有的助推器用了几十次还在飞，就跟咱们的出租车一样，每天出车，回来加个油接着跑。那你想啊，同样是发一发火箭，你的成本是一次性饭盒几千万美元造一个扔一个 ，SpaceX 的成本呢？助推器飞了20次，每次摊下来成本就剩几%。说白了，就是把航空业的逻辑搬到了航天业，复用才是降本的唯一正道。而且注意啊，这里有一个特别容易忽略的点 ，SpaceX 不光成本低，它定价也灵活。传统航天就那么几家 ，Ura、阿里亚纳空间基本上都是垄断定价。SpaceX 一来，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就崩了。2026年全球发射市场大概270亿美元 ，SpaceX 占了超过60%的份额。不是因为它政府关系好，说白了 ，NASA 也得排队等它的火箭，就是因为它便宜、准时、可靠。这一层咱先记住，第一步把发射成本打穿。但光这一层还不够解释8000亿估值，发射市场总共才270亿，你就算全吃了，那也才多少钱？SpaceX 值钱的核心其实在第2层，咱进入第2层，这层才是真正值钱的地方。SpaceX 在去年2025年总收入是187亿美元，你知道其中多少来自发射服务吗？大概1/3。大头是谁？是 Starlink 卫星互联网，占了超过110亿美元。说白了 ，SpaceX 现在主要是一家电信公司，只不过它的基站在天上。Starlink 有多少用户了呢？截至2026年3月底。全球1030万用户，覆盖160个国家，什么概念？1年前才400多万，1年翻了1倍多，这增长速度，你想想当年的 WhatsApp、TikTok 也不过如此。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 ？Starlink 这个业务，它的利润率极高，2025年全年调整后的利润66亿美元，光 Starlink 一个业务板块，在2026年第1季度就产生了将近12亿美元的运营利润。为什么利润这么高？咱用因果链拆一下。首先，基础设施成本是一次性的，卫星打上天了，它就在天上待着，不用每个村每个镇去挖光缆、建铁塔，这跟传统电信完全不一样。传统电信运营商要铺设光纤、建设基站，每个用户都有边际成本。Starlink 呢，你多一个用户，它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。说白了就是软件行业的那种零边际成本模型，套在了电信行业上。其次，它的用户付费意愿强，你想啊，世界上还有大概30亿人没有可靠的互联网接入，
农村、偏远地区、海上、飞机上这些地方，传统光纤根本铺不到。Starlink 是这些地方唯一的选择，不是更好的选择，是唯一的选择。你说它能不赚钱吗？再者，它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护城河——频谱资源。卫星通信使用的频段是管制的，先到先得。SpaceX 已经在轨道上部署了超过7000颗 Starlink 卫星，占用了大量的轨道位置和频谱资源。后来者想追，你先把卫星打上去再说。但打上去的前提是你得有便宜的火箭。哎，这不就闭环了吗？你看，这就是第二层的逻辑：用自己的便宜火箭打自己的卫星，建自己的网络，赚自己的订阅费，一个完美的垂直整合闭环。竞争对手想抄，你先学会回收火箭再说。好，这一层咱也先记住，但光这2层大概也就解释个2、3千亿估值，对吧？剩下的几千亿从哪来？走第3层，第3层是争议最大，也是最难算清楚的一层。星舰 Starship， 星舰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强的火箭，推力是当年阿波罗登月的土星5号的2倍多，而且它是全件可回收的。全件不是只回收第1级，是整个火箭从发射到回来全都能重复用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每公斤的发射成本有可能会降到几百美元，甚至更低。你现在去纽约飞个经济舱，每公斤大概也就几十美元。当然，这是坐飞机，不是坐火箭。但你想，如果每公斤发射成本真的降到几百美元，那会发生什么？我跟你这么说吧，现在全球每年发射到轨道上的总质量大概也就几千吨。如果发射成本降了一个数量级，这个数字可能会变成几十万吨、上百万吨。为什么？因为新的需求会被释放出来。举个例子，假设你有2家奶茶店，第一家奶茶店送一杯奶茶到隔壁小区要花80块钱配送费，第二家奶茶店同样的距离只要8块钱，你觉得哪家奶茶店生意好？那肯定是第二家嘛。但等等，你少想了一层，第一家的客户是谁？只有那些不喝这杯奶茶会死的人，可能就几十个。但第二家呢？配送费从80降到8块，喝奶茶变成了一件随时可以做的事。原来觉得贵的人开始买了，原来根本不考虑的人也开始尝试了。客户直接从几十个变成了几千个，发射成本也是一样的逻辑。现在之所以每年就那么点东西上天，不是因为人类不想在太空做更多事，而是因为太贵了。一旦成本降到一定程度，太空制造、太空旅游、太空太阳能电站、近地轨道数据中心，这些现在听起来像科幻的东西，可能就变成了商业上可行的。而这些天方夜谭一旦开始落地 ，SpaceX 作为唯一拥有超大规模低成本运力的公司，它就是那个收费站。所有想去太空的人都得经过它。这就是为什么星舰值钱。它打开的不是一扇门，是一片现在还不存在的新大陆。讲到这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个模式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呢？没错 ，SpaceX 的这套打法在商业史上其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模板。先用技术创新把一个核心基础设施的成本打穿，然后用这个成本优势去垄断一个下游高利润市场，最后用2个业务互相喂养，形成闭环。这是谁干过？对，就是亚马逊。他先是把物流仓储的成本打穿，然后在这个基础设施上建了 AWS 云计算。AWS 现在占亚马逊利润的大头，而且 AWS 越赚钱，亚马逊就越能投更多钱建仓库，仓库越多，配送越快，电商体验越好。又反哺 AWS、SpaceX 完全一样，先把发射成本打穿，然后在上面建了 Starlink 这个印钞厂。Starlink 越赚钱 ，SpaceX 就越有钱去研发新舰，新舰研发的越猛，发射成本越低 ，Starlink 的利润率越厚。你看，一模一样，对吧？只不过亚马逊的货架在地面上 ，SpaceX 的货架在天上。还有一个更狠的对比，当年铁路是怎么改变美国的？19世纪。铁路把运输成本从每吨每英里20美分降到了不到1美分，这不只是便宜了一点，它打开了一整个大陆，西部大开发、工业革命、全国性市场的形成，背后都是这条逻辑。星舰如果真能把发射成本再降一个数量级，那它的意义就不是火箭公司赚更多钱了，而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边界从地球表面扩展到了近地轨道。最后，当然我也得诚实声明一下，星舰现在还在测试阶段。能不能真的把发射成本降到目标水平？新型太空经济能不能真的跑通？监管和太空垃圾问题怎么解决？这些都是巨大的不确定因素。投资的逻辑我讲明白了，但投资本身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。好，今天先这样了，拜拜。